心态是一个人人生的底层底色，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生活，生活就会回馈你什么样的人生。所有人生的平静与遗憾，从来不是能力的局限，而是心态的困住。所有人生的顺遂与惊喜，从来不是运气的偏爱，而是心态的托举。心态决定状态，状态决定结果。我们永远无法掌控外界的风雨，却永远手握自我回应的选择权。把心底的我不行换成我再试试，世间绝大多数困境都会在一念之间豁然开朗。深夜的灯光慢慢柔和下来，城市的喧嚣渐渐退去，街边的车流慢慢归于平静。忙碌了整整一天的我们，终于可以卸下肩头的重担，褪去职场的身份标签，抛开人际的客套与周旋，放下堆积如山的琐事与烦恼。此刻请你轻轻放下手中的手机，调暗身边的灯光，关掉不停跳动的消息提醒，让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，让浮躁了一整天的内心慢慢沉静下来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无数个深夜反复感慨，生活真的很奇妙，甚至带着一点恰到好处的公平。我们活在同一片天空下，穿梭在同一个城市里，经历着相似的人间烟火，面对着同款的生活琐碎与人生压力。可人与人的生活状态却有着天壤之别。同样是日复一日的奔波劳碌，有的人越活越疲惫，越活越压抑，心里装满焦虑和内耗，日子过得一地鸡毛。有的人却越活越通透，越活越从容，眼底藏着温柔与坚定，生活过得安稳有序。同样是遭遇挫折坎坷，有的人一次跌倒就一蹶不振，困在原地自我消耗，迟迟走不出阴霾。有的人擦干眼泪重新出发，在历练中沉淀成长，一步步奔赴更好的自己。同样是面对生活的平淡与平凡，有的人整日抱怨枯燥乏味，不甘平庸，却又不思改变。有的人安然接纳日常，在烟火琐碎中寻得温柔，在平凡日子里积攒力量。其实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慢慢明白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从来不是突然拉开的。没有人生来就自带好运，也没有人天生就注定平庸。我们的天赋、起点、机遇、差距都微乎其微，真正悄悄拉开人生层级，决定人生走向的核心，从来不是出身背景，不是智商能力，不是时运运气，而是藏在日复一日里的心态。心态是藏在骨子里的人生底气，是支撑我们走过风雨，熬过低谷，稳住人生的底层根基。今晚我们就借着静谧温柔的夜色，一起深度品读心态决定人生这本治愈好书，层层拆解藏在心态背后的人生底层逻辑，读懂心态如何左右我们的情绪、状态、选择与结局，学会用平和、坚韧、向阳的心态化解生活所有坎坷，挣脱人生所有内耗，稳稳掌控自己的人生轨迹。如果你喜欢这种不鸡汤、不说教、走心治愈的深夜深度拆解，愿意在无数个深夜里和我一起修身修心，慢慢自愈，稳步成长，不妨点点订阅，留住这份专属深夜的温柔与力量。往后每晚我们准时相伴，我们这一生都在反复经历选择，经历得失，经历起落，经历成长。一模一样的人间世事，截然不同的人生境遇，全部源于我们截然不同的心态认知。这也是心态决定人生中最真实、最贴合普通人生活的核心写照。生活从不会刻意偏袒任何人，也不会刻意为难任何人。所有的悲欢得失、顺逆起落，都是心态筛选后的结果。我们可以对照自己的日常，清晰看见两种完全对立的生活状态，读懂心态的核心力量。同样是工作中出现失误，遭遇瓶颈，或是没能达成预期的目标，心态消极脆弱的人，第一反应永远是本能的自我否定。他们不会客观看待问题，不会理性分析失误原因，只会一味苛责自己，下意识认定
是自己太笨，能力太差，不够优秀。仅仅一次小小的失误，就会彻底推翻自己长久以来所有的付出和努力。紧接着就会陷入无尽的焦虑、自卑、纠结与内耗，反复回想出错的画面，反复纠结别人的看法，反复焦虑未来的结果。负面情绪层层叠加，牢牢困住自己的思绪，迟迟走不出情绪的阴霾。久而久之，就会形成恐惧心理，做事畏手畏脚，小心翼翼，害怕出错，害怕失败，害怕被否定，最终越做越怕，越怕越错，一步步困住自己前行的脚步，彻底停滞成长。而心态平和坚韧的人，面对工作的失误与挫败，永远不会急于自我否定，更不会陷入无意义的情绪内耗。他们始终保持清醒的认知，明白犯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，挫折是人生的常态。没有人能一辈子事事顺遂，完美无缺。面对失误，他们不会纠结过往，沉溺遗憾，只会冷静复盘问题，找准出错的根源，梳理不足的地方，针对性弥补短板，优化方法，调整状态。他们不焦虑未知的结果，不纠结他人的评价，只专注当下的修正与精进。在一次次复盘与调整中，慢慢沉淀专业能力，积累处事底气，打磨沉稳心性。哪怕经历无数次小的失败，也能稳步前行，越挫越勇，最终在岁月沉淀中活成越来越优秀的模样。同样是人生遭遇低谷，生活事事不顺，努力迟迟没有回报，心态消极的人最容易陷入抱怨与沉沦。他们习惯性把所有不顺都归咎于外界，抱怨命运不公，抱怨生活苛刻，抱怨时运不济，抱怨身边的人和事不够顺遂。他们看不见自己的问题，只会沉溺在负面情绪里，自怨自艾，整日颓废懈怠，消极摆烂，任由生活的风雨消耗自己的热情，磨灭自己的希望，摧毁自己的底气。一点点不顺心就能击溃所有的积极，最后被生活的风浪彻底打倒，一蹶不振。在低谷里原地踏步，慢慢消磨掉对生活所有的热爱。而心态积极通透的人，深谙人生起落本是常态，从不抱怨环境，不纠结得失，不怨天尤人。他们懂得坦然接纳人生的不完美，接纳生活的起落浮沉，接纳努力暂时没有回报的平淡。在低谷期，他们不会焦虑浮躁，不会自我放弃，反而会把低谷当成沉淀自己，打磨自己的绝佳契机。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默默扎根，在风雨兼程的路途上坚持蓄力，悄悄提升认知，打磨能力，修炼心性，熬过无人知晓的孤独，扛过不被看好的时光，终会积攒足够的力量，等来柳暗花明，苦尽甘来。同样是面对未知的挑战，突如其来的机遇，心态怯懦、保守、消极的人永远习惯性自我设限，事情还没有开始，就提前在心里预设无数个失败的结局，心里装满无尽的害怕、顾虑、担忧与迟疑。他们怕做得不够完美，被他人嘲笑，怕全力以赴之后没有任何回报，怕拼尽全力之后依旧一无所获。种种顾虑裹挟着内心，让他们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，索性直接选择逃避，放弃尝试，一次次眼睁睁看着机遇溜走，一次次错失自我蜕变、自我成长的机会。久而久之，就会彻底困在自己的舒适区里，不敢突破，不敢改变，不敢尝试，一辈子庸庸碌碌，原地徘徊，活在自我局限里。而心态勇敢、坚定、积极的人，从不畏惧未知，不纠结结果，不纠结得失。他们深知，所有的成长都源于勇敢的尝试，所有的蜕变都始于踏出舒适区的那一刻。哪怕前路迷茫未知，哪怕前路坎坷难行，哪怕大概率会遭遇失败，他们也愿意勇敢迈出第一步。他们允许自己犯错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包容自己的笨拙与不足，
在一次次尝试中积累经验，在一次次历练中突破自我，在一次次突破中打破固有局限，慢慢解锁人生更多的可能性，一步步拓宽自己的人生格局，活成自己曾经向往的模样。这世间所有的人生差距，所有的天差地别，说到底从来不是命运的安排，而是心态的差异。消极的心态拥有超强的放大能力，能把小事放大成灾难，把好事消耗成坏事，把平坦坦途走成绝境。积极的心态拥有极致的治愈能力，能把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把困境变成机遇，把绝境走出新生，把平凡日子过成烟火繁花。心态决定人生一书中记载了一组极具说服力、贴合普通人成长轨迹的长期心理跟踪实验，彻底拆解了心态影响人生、决定结局的底层逻辑，让我们清晰看懂为什么心态才是一个人最高级的人生底牌。这本书的作者文德通过10年长期调研，结合大量普通人的生活样本，验证了心态对人生走向的决定性作用，打破了很多人生靠天赋、靠运气、靠家境的固有认知。在这次调研实验中，研究人员精心筛选了2组各方面条件几乎完全一致的普通成年人。2组人的年龄、学历、原生家庭、生活环境、工作能力、智商、情商都没有明显差距，起点完全持平，所处的社会环境、遭遇的生活压力、面临的人生机遇也基本一致。唯一的区别就是研究人员长期引导2组人养成2种截然不同的处事心态与思维模式。第一组实验者长期被潜移默化灌输消极思维，养成消极的处事心态，遇到难题第一时间习惯性抱怨推脱，遇到困难下意识选择退缩逃避，遇到压力立刻陷入焦虑内耗，遇到失败马上自我怀疑否定。他们的日常口头禅永远固化为我不行，我做不到，太难了，算了吧。遇事先否定自己，遇事先放弃希望，长期被负面思维包裹。第二组实验者长期被引导养成积极、平和、坚韧的正向心态，他们被刻意训练遇事不抱怨、不逃避、不内耗、不浮躁，遇到难题第一时间思考解决方法，而非纠结情绪，遇到压力第一时间调整状态，而非自我内耗，遇到失败第一时间复盘成长，而非自我否定。他们的日常口头禅始终是我再试试，我可以调整，慢慢来，总会好的，我能慢慢做好，永远给自我留有余地，永远给成长留有空间。在整整10年的跟踪周期里，研究人员没有给任何一组人提供特殊资源、额外机遇，也没有刻意制造不公的困境。2组人经历的人生风雨、生活起落、职场变数、人际烦恼几乎完全相同，可10年后的最终调研结果却呈现出云泥之别，颠覆了所有人的固有认知。第一组长期保持消极心态的人，10年间始终被困在自我设限的牢笼和负面情绪的漩涡里，无法挣脱。工作上因为畏手畏脚，不敢突破，害怕失败，始终固守底层岗位，不敢争取机会，不敢挑战难题，能力常年停滞不前，薪资和职位毫无提升。生活中因为敏感焦虑，习惯性内耗，常常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打乱全部生活节奏，情绪反复失控，心态常年浮躁低落，日子过得杂乱无序，疲惫不堪。人际交往中因为自卑怯懦，消极敏感，过度在意他人眼光，害怕得罪别人，习惯性讨好妥协，常常因为他人的一句话、一个眼神胡思乱想，内耗自己的心神，维系不好任何一段关系。10年时光流转，他们不仅停留在最初的人生高度，没有任何成长和突破，反而因为长期的自我否定、情绪内耗、消极摆烂，状态越来越差，生活越来越困顿。
人生一路走下坡路，满心疲惫却一无所获。而第二组长期保持正向心态的人，没有过人的天赋，没有绝佳的运气，没有特殊的背景，仅仅靠着日复一日的心态修炼，正向转念，稳定内耗，实现了全方位的人生蜕变。工作中，他们不惧难题，不畏挑战，敢于尝试，乐于复盘，哪怕屡屡碰壁，也能坚持打磨能力，积累经验，慢慢从新手成长为骨干，稳步提升事业格局，收获越来越好的职场资源。生活中，他们心态平和，从容通透，不纠结琐事，不内耗过往，不焦虑未来，能够平稳接纳生活的所有起落，把琐碎的日子打理得温暖有序，内心始终安稳富足。人际交往中，他们松弛笃定，温柔坚定，不讨好，不敏感，不纠结，懂得包容他人，善待自己，人际关系干净舒服，收获满满的善意与温暖。10年之后，他们的事业成就、生活状态、内心幸福感、人生格局都远远超越第一组人，彻底拉开了人生差距，活成了普通人最好的模样。这个跨越10年的真实实验，让我们彻底看透最朴素也最扎心的人生真相，真正决定一个人人生高度、人生结局、人生幸福感的，从来不是外部环境，不是先天条件，不是运气机遇，而是根植于内心的心态。外部的世界永远充满未知与变数，风雨无常，起落不定，得失难料，这是我们永远无法掌控、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。天气不会因为我们心情低落就变得晴空万里，生活不会因为我们脆弱敏感就一帆风顺，困难不会因为我们害怕退缩就自动消失，挫折不会因为我们不愿承受就绕道而行。外界的一切都不由我们掌控，但我们唯一可以100%掌控、100%做主的是自己的心态，是自己面对事实的情绪，是自己面对得失的选择，是自己面对困境的回应方式。你用消极抵触、抱怨内耗的心态回应生活，生活就会回馈你困顿、焦虑、疲惫与遗憾。你用积极坚韧、平和从容的心态拥抱生活，生活就会回馈你温暖、希望、顺遂与惊喜。生活里绝大多数的不如意、不顺心、不得志，看似是命运的安排、能力的不足、运气的缺失，归根结底都是心态的崩塌。心态乱了，情绪就乱了，选择就乱了，节奏就乱了，整个人的人生节奏都会彻底失控。心态稳了，情绪就稳了，思绪就稳了，脚步就稳了，人生的一切都会慢慢顺遂。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自己的内心博弈。人生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刁难我们的人，不是难解的困境，不是突如其来的挫折，而是失控的心态，是自我欺骗的执念，是不敢直面的内心脆弱。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情绪内耗、精神焦虑、人生遗憾、成长停滞，都源于我们刻意逃避的内心真相，源于我们不愿承认的自我怯懦。只是我们常年用各种借口自我麻痹、自我伪装，迟迟不肯清醒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习惯性把我不行挂在嘴边，看似是谦虚低调，是认清现实、自知之明，实则是内心深处极致的怯懦与恐惧。我们并不是真的能力不足，做不到，完不成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害怕。我们害怕拼尽全力努力过后，依然得不到想要的结果，白白付出所有心血，害怕全力以赴奔赴过后，依然迎来失败的结局，辜负自己的期待，害怕倾尽所有坚持过后，依然被现实打脸，被证明自己一无是处，平庸无能。正是这份深层的恐惧，让我们习惯性提前退缩，提前放弃，提前自我否定。我们用一句轻飘飘的我不行，堵住自己所有尝试的可能，困住自己所有成长的脚步。我们用自我否定的借口，伪装成通透的自知之明，
小心翼翼护住自己可怜的自尊心，避免失败带来的落差与难堪。可我们从来不敢直面真相，真正打败我们的，从来不是失败本身，而是我们从未开始就认输的怯懦。我们总在日复一日的抱怨里自我消耗，不停感慨生活太难，命运不公，世道苛刻，总觉得全世界都在刻意为难自己，所有糟糕的事情都发生在自己身上。可真相从来都不是生活太苛刻，而是我们的心态太脆弱，心性太单薄。我们扛不住一点点压力，容不下一点点缺憾，接受不了一点点不顺，忍不了一点点低谷。工作稍有压力就烦躁崩溃，生活稍有波折就阴谋内耗，人生稍有遗憾就耿耿于怀。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眼前的苦难与挫折上，无限放大自己的委屈与不易，任由负面情绪一点点吞噬自己的热情、底气与希望，最终不是被生活的风雨打倒，而是被自己脆弱的负面心态彻底拖垮。我们总是习惯性羡慕别人的人生，羡慕别人的从容淡定、顺遂安稳、逆袭成长，羡慕别人遇事不慌、遇事不躁，永远向阳的状态。我们常常误以为别人的顺遂是运气加持，别人的优秀是天赋使然，别人的安稳是命运偏爱。可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审视过，所有光鲜通透的人生背后，都是稳定强大的心态在默默托举。别人不是没有烦恼，只是不沉溺烦恼，懂得及时释怀，及时转念。别人不是没有挫折，只是不畏惧挫折，懂得迎难而上，在痛成长。别人不是没有迷茫，只是不困于迷茫，懂得沉淀自己，稳步前行。反观我们自己，总是习惯性放大苦难，放大困境，放大挫折，同时习惯性缩小自己的能力，低估自己的潜力，否定自己的价值，一念消极，万般皆苦，内心困住，步步维艰，一念退缩，步步皆输，自我设限，终身平庸。我们还常常陷入自我欺骗的误区，总在心里默默等待，等环境变好，等运气降临，等时机成熟，等条件齐全，再去努力，再去改变，再去奔赴理想。我们天真的以为外部条件到位了，自己的人生就能顺风顺水，自己就能脱胎换骨。可心态决定人生书中明确点破这个核心真相，从来不是环境决定心态，而是心态决定状态，状态决定结果。环境永远不会100%完美，时机永远不会100%合适，生活永远不会100%顺遂。一味等待，一味逃避，一味寄托外界，永远等不来想要的人生。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等待所谓的最佳时机，却从来不愿意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修炼自己的内心，最终在无尽的等待中蹉跎岁月，消耗时光，最终一事无成，满心遗憾。我们必须清醒地明白，困住我们前行脚步，限制我们人生格局的，从来不是眼前的困境，当下的境遇，外界的风雨，而是心底的焦虑、怯懦、执念与内耗。人生所有的瓶颈，本质上都是心态的瓶颈；人生所有的遗憾，本质上都是心态的遗憾；人生所有的平庸，本质上都是心态的平庸。当我们愿意撕开自我伪装的借口，勇敢直面自己的内心，坦然接纳自己的脆弱，我们就会瞬间清醒。我们远比自己想象中更坚韧、更强大、更有潜力。我们缺的从来不是过人的能力、绝佳的机会、优越的家境，而是一份敢于尝试、愿意坚持、从容平和、向阳而生的好心态。心念一转，困境皆解，心态一变，人生皆顺。很多人误以为好心态是天生的，是与生俱来的天赋，是少数人的专属特质，普通人很难拥有。但心态决定人生明确告诉我们，好心态从来不是天生的，也不是凭空产生的，更不是一时的情绪乐观，而是日复一日刻意练习，
长期修行的结果。它不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，不需要我们做出极致的改变，更不需要我们瞬间变得通透强大。我们不必强迫自己立刻摆脱所有负面情绪，不必要求自己瞬间戒掉所有内耗焦虑，只需要坚持做好几个低门槛、易落地、可长期坚持的微小改变，一点点修炼，一点点调整，一点点沉淀，就能慢慢稳住心态内核，彻底盘活自己的人生。第一，刻意替换自我话术，完成每日转念修行，重塑潜意识心态。语言是心态最直接的投射，也是潜意识最强大的指引。我们的每一句自我对话，都在悄悄塑造我们的心态与人生。从今天开始，彻底戒掉所有消极的自我暗示，杜绝我不行，我做不到，太难了，算了吧，我注定失败这类自我否定的话术。无论遇到多大的难题，多糟的境遇，多难的挑战，第一时间主动替换语言，把所有消极话术换成正向鼓励。我再试试，我可以调整方法，慢慢来，总会变好，我能一点点做好，这次不行，下次再来。不要小看这一句简单的话术替换，它是成本最低、效果最好的心态修行。人生绝大多数的瓶颈，从来不是能力的瓶颈，而是心念的瓶颈，往往只在一念之间。长期坚持正向自我暗示，会慢慢驱散心底的怯懦、自卑与恐惧，重塑正向思维模式，让勇敢与坚定成为本能。第二，遇事强制慢一秒停顿，戒掉即时情绪内耗，稳住处事状态。生活里 80% 的糟糕结局、无效内耗、负面情绪，都来源于情绪上头的一瞬间。人在冲动的瞬间，思绪混乱，判断失衡，心态失控，很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，说出后悔的话，陷入无尽的焦虑。往后余生，遇到不顺心的事，突如其来的挫折，让人烦躁的瞬间，不要立刻焦虑崩溃，不要立刻抱怨抵触，不要立刻自我否定，强迫自己停顿一秒，轻轻深呼吸，让浮躁的思绪冷静下来，让失控的情绪平复下来，悄悄告诉自己，事情只是暂时不顺，困境只是暂时存在，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，所有情绪都可以平复。慢一秒反应，就能躲开冲动带来的负面决策，稳住当下的状态，守住内心的秩序。日复一日坚持，就能修炼出情绪稳定的内核，不再被小事裹挟，不再被情绪操控，遇事从容不迫，处事沉稳有度。第三，坦然接纳人生不完美，允许一切发生，修炼平和心性。绝大多数人的心态焦虑，都源于过度追求完美，容不得一点瑕疵，一点失误，一点遗憾。我们要求自己事事做好，次次完美，人人满意。一旦出现失误，遭遇失败，留下遗憾，就陷入深深的自我内耗、自我苛责。但人生本就不完美，生活本就有缺憾，起落浮沉，得失成败，都是人生常态。往后学着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接纳自己的短板与不足，接纳自己偶尔的笨拙、脆弱与失误。做错了就认真改正，失败了就复盘成长，遗憾了就坦然释怀。不用一次过错否定全部的自己，不用一时低谷否定未来的人生，同时接纳生活的不完美，接纳世事无常，人心多变，境遇起伏，允许挫折发生，允许遗憾存在，允许人事变迁，用平常心看待所有得失起落，心态自然会越来越平和从容。第四，专注当下的烟火日常，停止过度思虑，斩断精神内耗。人生大部分的焦虑与迷茫，都源于想太多，思虑过重。我们总是沉溺过去的遗憾，反复回想曾经的过错与失去，不断内耗自己，总是焦虑未来的未知，过度担忧没发生的风险与难题，不断消耗心神，唯独忽略了最珍贵、最真实的当下。过度思虑不会改变过往，
不会预知未来，只会白白消耗当下的精力与时光。往后试着清空杂念，把所有注意力收回当下，专注眼前的每一件小事，认真做好手头的每一份工作，用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，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，不为未发生的烦恼焦虑，不为已逝去的过往纠结，一步一步踏实走，一点一点认真做，专注当下，方能不惧未来。所有的坚持与努力终会迎来温柔回响。第五，小事释怀不较真，大事沉稳不慌乱。修炼心态韧性，心态好的人不是没有情绪没有烦恼，而是懂得取舍有度，轻重分明。生活里绝大多数的鸡毛蒜皮、人际闲言、琐碎纷争、无关紧要的得失对错，都不值得我们耗费心神纠结较真。学会主动释怀，主动放下，主动翻篇，不纠结小事，不消耗自己，不内耗心神，把有限的精力留给成长，留给热爱，留给生活。面对人生的大事难事急事，保持冷静沉稳，不慌不忙，不躁不乱。永远记住，先稳定情绪，再解决问题。心态稳住了，问题就解决了一半。长期坚持，就能慢慢修炼出强大的心态韧性，既能坦然接住生活的惊喜与顺遂，也能从容扛住人生的风雨与低谷。第六，坚持每日3分钟心态觉察，自我校准状态，稳固心态内核。好心态需要长期养护，日常的觉察与校准是守住心态的关键。每天睡前抽出短短3分钟，不用刻意复盘繁杂琐事，只需要简单觉察自己的情绪与心态。问问自己，今天有没有过度内耗？有没有消极自我否定？有没有因为小事乱了心态？有没有陷入无谓的焦虑纠结？一旦发现负面情绪滋生，消极思维萌芽，立刻主动调整，及时转念，快速释怀。日复一日的微小觉察，会慢慢帮我们养成稳定的心态习惯，筑牢强大的内心内核，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越来越从容，越来越笃定，越来越通透。无论遭遇何种境遇，都能稳住自己，稳住生活，稳住人生。亲爱的朋友，夜色温柔静谧，人间烟火安然。听完今晚的深度拆解，希望你能真正读懂心态的终极力量，读懂人生转念的终极意义。我们走过半生，终将明白，人生在世，唯一不能掌控的是外界，唯一能掌控的是自己。我们无法预判突如其来的风雨，无法强求转瞬即逝的机遇，无法改变已然发生的过往，无法掌控他人的言行与评价。但我们永远牢牢手握心态的选择权，永远可以做主自己的情绪与状态。你可以选择消极怯懦，纠结内耗，困在自我设限的牢笼里蹉跎岁月，虚度余生；也可以选择积极坚韧，从容通透，在世事风雨中沉淀自我，野蛮生长。人生最好的风水，从来不是富贵的出身，绝佳的运气，顺遂的境遇，而是向阳向善，平和坚韧的好心态。心态平和，琐碎的日子就会温柔安然；心态坚韧，崎岖的前路就会坦荡明朗；心态向阳，灰暗的人生就会满是光亮。人生路上，所有的困境都是心态的试炼场，所有的风雨都是心性的修行课，所有的成长都是转念后的新起点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与理想生活，与更好的自己之间，仅仅隔着一念之差。戒掉心底自我否定的我不行，坚守永不言弃的我再试试，你就会慢慢发现，世间没有跨不过的坎坷，没有走不出的低谷，没有熬不过的黑暗，没有实现不了的期许。所有的瓶颈皆可突破，所有的困境皆可翻盘，所有的遗憾皆可释怀。往后余生，愿我们都能好好修炼自己的心态，稳住自己的内核，不困于得失，不惑于人心，不恐于未来，不念于过往，
以平和之心接纳世事，以坚韧之心奔赴风雨，以温柔之心善待自己。在平凡的烟火日常里，慢慢沉淀，悄悄成长，静静发光，活成从容安稳、自在通透、温柔且有力量的模样。今晚的深度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收获了治愈，读懂了成长，解开了心结，愿意和我一起长期修心，稳步变好，记得点点订阅。往后无数个温柔深夜，我始终在这里陪你自愈，陪你成长，陪你静待花开。晚安，愿你今夜安然入梦，好梦无忧。愿你余生心态向阳，万事顺遂。